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杨医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很多人都离不开的东西叫咖啡。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的一个研究，说这个咖啡因可能有抗衰老的作用，听起来很神奇但是呢，我们要等一等，我们要搞清楚，他说的是咖啡还是咖啡因？它真的能抗老吗？还只是一个实验室的巧合？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大家在喝咖啡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科学的分析一下这个研究，讲清楚它到底发现了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研究是美国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做的2025年6月底刚刚发布。他们发现什么呢？说这个咖啡因能启动一种抗衰老的细胞机制，可能延缓老化的潜力但这个研究呢，并不是在人身上做的，是在一种叫做分裂酵母的小生物身上做。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酵母不是发面用的吗？研究酵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分裂的酵母是科学家非常喜欢用的一种细胞的模型。它虽然不是人，但它细胞里面很多的关键的开关跟我们人类是很接近的。可以说人类细胞的迷你版试验工厂。研究它呢，就像在预演人体细胞的一个反应在这个研究里面呢，科学家把咖啡因加入这个酵母的生长环境中，发现呢，它不但延长了这个细胞的寿命，而且启动了一个叫 AMPK 的酶。那么这个 AMPK 的酶是什么东西呢？听起来很玄乎我们实际上呢，就可以把这个 AMPK 的酶想成一个细胞里面的一个能量的感应器就像你的手机没电了，它就会跳出电力不足了这个警告。这个 AMPK 也会在你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跳出来报警，跟细胞说现在电力不够了，不能继续扩建，要省点用。这个 AMPK 被激活以后呢，它会抑制另外一个开关叫做 TORC1。 这个 TORC1 是干什么的呢？它是细胞生长的一个调节中心，可以说呢，它是细胞里面的一个指挥部，它指挥细胞建造、长大、复制。但我们知道呢，长时间让细胞不断的扩建，那么它实际上呢，会造成一种压力，容易累，容易坏。所以你抑制了这个 TORC1 呢，就让细胞休息一下让细胞启动一些修复程序，也就是抗衰老了这就好像一个工厂如果天天加班，天天工作，从来不保养机器，保养人这人和机器都会坏掉。所以这个研究说来说去就是说，这个咖啡因呢，通过把这个AMPK 这个电闸给它拉了然后呢，这个 TORC 呢就修工了，降速了，然后细胞呢就可以休息来修复自己生命呢也就延长了。听起来是不是还挺合理的？当然了，你可能会说这只是酵母呢，对人到底有同样的作用吗？其实在人群的研究里面也有一些发现，从侧面来支持这样一个理论。比如说美国有一项研究追踪了5万多名中性女性，发现呢，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呢，到了老年以后身体状况会更好，比较少出现虚弱的状态，像摔跤记忆减退行动迟缓等等。那么还有的研究指出了，每天摄取300毫克的左右的咖啡，也就是2-3杯的咖啡吧，对这个减轻这个衰老和老年人的健康有明显的关系。当然了，他们研究的是咖啡因的摄取量没有谈到咖啡的种类品牌或者添加物。所以呢大家一定注意我们说的这个咖啡最好是黑咖啡。你一旦加上糖、加上奶、加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以后你这个咖啡因呢就因素比较多了，所以效果也就不一样，是吧？他们研究的是用咖啡因在研究，不是用咖啡在研究更不是用咖啡这个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饮料来使用的。
是不是因为咖啡因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就应该多喝一点咖啡呢？是不是喝的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的。这咖啡因它虽然激活了这个 AMPK 的效果，但如果用的太多，用错了时间用在错的人身上，问题也会很大。我们来看看它有几个什么样的风险。第一呢，就是咖啡因虽然可能让这个细胞更快的进入下一轮的分裂，但 DNA 还没有修复好的时候呢，就跳过去的话，这样就可能会积累一些突变的，增加病变的风险。也就是说，它缩短了我们 DNA 修复的时间。第二呢，它会影响睡眠和情绪喝咖啡喝多了，晚上睡不好觉，人的情绪都会变化，都会很坏。另外呢，就是心慌、焦虑、高血压，特别是心血管比较敏感的人、年纪大的人、有慢性病的人更要小心所以呢，你不要认为咖啡因本身就是抗衰老，它只能是作为你的健康生活方式里面的一个适量的东西来做。咖啡呢还会成瘾喝得越多，时间久了就会造成一种肾上腺素疲劳。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每天的咖啡呢控制在2杯这个白天喝，晚上别喝，12点钟以后就别喝或者少喝。有慢性病的、孕妇、正在服药的人呢，一定要小心，跟医生呢好好讨论再说。同时呢，我们在喝咖啡因的时候，怎么样搭配能够让它效果更好呢？首先就是容易疲劳的人，但这个疲劳但不焦虑，这个呢，它可以适当的提神。因为焦虑体质的人呢，你一旦焦虑的话，你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他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碰咖啡。第二呢，中老年人没有心血管问题的，适当的用一点，维护精神，减少虚弱的感觉但是呢，也不要多。搭配饮食也很重要，空腹尽量不要喝咖啡，饭后饮用呢比较好搭配一些坚果豆浆燕麦可能会平衡这个咖啡因的刺激作用。另外，体质虚寒的人呢，你可以加一点姜粉，不然的话呢，你喝咖啡可能拉肚子，手脚冰凉，所以你加一点干姜粉或者肉桂粉它会改善它这个寒凉的这样一个性质所以呢，咖啡因抗衰老研究呢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但是呢它也有很多的局限和前提条件，所以关键还是看量、看时机、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每个人的老化速度不一样。咖啡呢，只是一个可能帮你加分的一个小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办法这个营养睡眠情绪管理运动这是我们真正的长远的抗衰老的4个柱子喝得好它是朋友喝得乱呢，它可能给你造成麻烦。熟悉我们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天在这里呢跟大家聊一点养生的小知识分享一些保健的方法，希望大家过得更好更健康。其实呢，健康呢也不难，只要每天花几分钟关注自己身体的信号，从生活中做一点小的改变，就会越来越好。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视频。我们每天在这里呢准时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事情，也希望大家把节目呢分享给你关心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和我们一起健康。虽然呢这是举手之劳，但是呢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谢谢您的支持，我们每天不见不散。